女人为了怀上18胎，竟当众啃掉大黑蛇的脖颈，还对着大黑蛇狂怒猛吸。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兽人震惊妈了，这个雌性是真的饿了，竟敢公开挑衅帝国最狂暴的战神，还在他黑亮的脖颈上舔屎。他难道不知道阿比斯是最厌恶雌性的吗？可他们却不知，女孩是从丧尸末日重生到星际兽士的，还成了没有生育能力且精神力低下的猫兽人。没想到刚得到测试结果，抚养原生长大的奶奶生病就生病了，为了治疗费，原生自愿报名给精神即将崩溃的帝国上将阿比斯做疏导，签约当天就拿到了1000万星币酬劳。可这份工作却并不好做，尤其是对于精神力只有 F 的原主来说，上将阿比斯有帝国战神这个称号，已经是内定的下一任元帅，他的精神力是星际最高的4S 级别，可兽人异能级别越高，精神崩溃后的破坏力就越强。本来兽人精神崩溃后就见人嘎掉，像阿比斯这么强悍的雄性该可怕成什么样？不料原身太过害怕，竟被想象活生生吓死。现在要面对阿比斯的人变成了顾惜，上将阿比斯正以黑色巨蟒的形态伫立在他身前，猩红蛇眼里满是暴力，朝他释放出一道催状的紫雷。分散的雷电在地上劈出4米深的坑洞，却只噼啪一声在顾惜身上消失，免疫非物理系的异能伤害，这也是顾惜的异能之一。可一旦巨蛇开始使用物理性质的攻击，他还是会死掉。末日里，父母和2个哥哥拼了命的把他保护的滴水不漏，就是希望他能活下去。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新生，他又怎么能轻易放弃？眼看巨蛇开始行动，顾惜按照脑海里原主的记忆，冲到巨蛇身边，摸着巨蛇的尾巴，让自己的精神力倾泻而出，确保它们全部落在巨蛇身上。在顾惜的努力下，巨蛇眼里的猩红色慢慢淡化，身形也逐渐缩小，变成了半人半蛇的模样。红眼是兽人失去理智的代表，同样的，眼睛里的红色变淡代表兽人即将恢复正常。他期待着阿比斯的眼睛恢复成原本颜色，却被突然靠近的阿比斯直接抱了起来。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让顾惜不得不用手抵着男人宽厚的胸膛，惊慌地喊出他的名字：阿比斯上将。阿比斯被顾惜的呼唤定住，眼里有片刻的清醒，却又很快变得浑浊。他只知道被他抱起来的小雌性，蓝色的眼睛很好看，挺翘的小鼻子很好看，嫣红的唇也好看。更重要的是，这个漂亮的小雌性身上有一种甜腻的香味，勾出了他最为原始的隐秘欲望。阿比斯垂着头，用自己的脸贴着顾惜的脸摩挲，一只手在顾惜的后背游走，他控制不住的就软了腰身，但顾惜自己不愿意这样。他推着阿比斯，红着眼怒骂他紫红色的树瞳盯着顾惜的唇，似乎在好奇为什么顾惜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就在阿比斯想要用手摸摸怀里小雌性的唇瓣一探究竟时，鼻尖闻到的其他兽人的味道让阿比斯瞳孔缩细。熊兽人来了好多，会抢雌性，脑子里冒出的念头让阿比斯紧紧抱住顾惜，然后朝着密林深处飞快游走。4S 级别的雄兽全力逃跑的速度比机甲还快，那些集结在一块准备击杀上将的雄兽们来到这里，只看见阿比斯离开的背影，上将竟然恢复了半人形。他恢复理智了吗？快报告女皇陛下，这里有一股好闻的香味，难道还有雌性活着被上将带走了？可惜了，上将不孕不育，就算发情期交配也不能留下后代，而且上将为了摆脱雌性们的追求，早就晒过医院检测单，还强调过他对雌性无感。而这会儿，雄兽们好奇的雌性顾惜已经被阿比斯带到了隐秘的山洞当中，他几乎可以确定，阿比斯这是在崩溃过后又进入了发情期。发情期的雄兽如果没有抑制剂来让他们恢复正常，就只能靠着和雌性贴贴来度过。这个世界的交合分为2种，一种是雄兽不愿意被标记，发情期与雌性度过，另外一种是雄性被雌性标记后与雌性进行精神体纠缠。所以能让阿比斯度过发情期恢复理智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强行将阿比斯标记。虽然他的精神力不一定比阿比斯高，可能会失败，但也要试一试才行。顾惜趁着阿比斯着迷的亲吻他时，侧头露出尖牙，标记需要咬住脖子，然后再释放精神力，入侵对方的精神海。顾惜闭着眼睛，努力照着脑子里的知识去做。他的精神力化成一只白毛蓝瞳的小猫，与阿比斯黑色小蛇形状的精神体撞在一起。双方的精神力交融时，阿比斯舒服的喟叹，一通酣畅淋漓的精神力交缠过后，顾惜把小猫精神体留了一个在阿比斯的精神海里，与小蛇待在一块儿，这就相当于标记成功了。在他还在恍惚的时候，深侧紫眸里仍然带着迷离水雾的蛇兽人却将他猛地推开。蛇兽人的薄唇发出了冰冷的声音：雌性，你竟敢标记我！阿比斯的愤怒让顾惜知道他已经恢复了正常，不过顾惜已经不再害怕了。标记的力量会让想对雌主动手的雄兽替雌主承受双倍伤害，无论是物理性质还是异能。他冷冷地命令完顾惜解除掉标记，下一秒唇边溢出一声暧昧声音。原来他的上半身是坐起来了，尾巴的最后一节却还紧紧缠绕着顾惜，像是不愿意和顾惜分开似的。阿比斯飞快地把蛇尾收到身后，一切都是标记的缘故，只要顾惜解除标记，他就不会再这样。顾惜站起身道：解除可以，但是要等我们回到帝都以后。雄性一旦被雌性标记，就算雌性心平气和的解除，雄性的异能等级也会下降。不仅如此，解除后雄兽要是再陷入精神力崩溃，有极大的可能会排斥其他雌性的精神力，导致雄兽狂暴致死。如果阿比斯不在乎这些坏处，顾惜也不想在乎，只是隔离区荒无人烟。他解除标记后，阿比斯就算能力下降，也还是拥有伤害他的力量。他觉得安全了，才会解除。阿比斯听出顾惜语气里把标记当成筹码，愤怒的手紧握成拳。雌性果然都是一个样子，仗着自己可以标记多名雄性，就对雄性毫无真心。阿比斯正要再跟顾惜说话，洞口传来了其他动静，一只喜鹊兽人飞到了山洞里，化成一个女人。女人看见阿比斯，满脸喜色：阿比斯大人，
皇太子殿下检测到您是恢复了正常，我就马上来找您了。许久不见，您恢复理智之后更加帅气了呢。叽叽喳喳说了半天的喜鹊兽人于若，终于意识到山洞里还有个雌性在，表情瞬间变得惊讶。你这个雌性怎么没被阿比斯大人杀死？顾惜听出对方在期待他死，生气极了。我为什么要死啊？你死我都不会死。顾惜的话让于若更加生气。陷入精神力崩溃后重新恢复意识的雄兽会很脆弱，正好可以趁虚而入。于若本来是想趁机安慰阿比斯一番，然后标记阿比斯，谁知道竟然听漏了消息。阿比斯身边还有雌性在，感觉不对劲的于若赶紧盯着阿比斯的脖颈，再看阿比斯额头上已经有了小指甲盖大小的小猫印记，生气了。你竟然把阿比斯大人标记了！梦想彻底破灭，于若变成兽形，朝着顾惜啄过来。看那翅膀拍打的速度，恨不得一下把顾惜的脑袋啄穿。顾惜没打算乖乖站在原地给于若啄，他化身蓝眼睛的白色猫咪，一巴掌就把小喜鹊拍到地上。这小喜鹊怪不经打的。顾惜一边想一边偏头对阿比斯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有情投意合的雌性。你放心，我不做小三，标记肯定会解除的。”顾惜忽然的道歉，让阿比斯瞳孔缩得极细。雌性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宠爱当中，成年后更是会被众多雄性追求，这就造成了雌性们较为自我的性格。别说给雄兽道歉了，一些过于骄纵的甚至会在标记雄性过后，故意大闹雄性的精神海，玩弄他们，致使他们残废。顾惜看阿比斯表情不对，赶忙继续说：“解除标记之后，我可以继续用不亲密接触你的方式帮你疏导，如果你未来的雌主愿意的话。”于若听到顾惜要解除对阿比斯的标记，连脸上的痛都忘记了，开心的对顾惜说：“你解除就行了，未来阿比斯要是再需要疏导，我自己来就行。”于若开心的看着阿比斯：“阿比斯，我们终于可以结旅了。你放心，你虽然被标记过了，也没有生育能力，但我还是会给你第一受夫的位置。”可阿比斯只觉得于若恶心，他是因为异能使用过度而陷入半崩溃期，为了他的价值，帝国肯定会尽量让大量雌性自愿来给他做精神疏导，但他的等级过高，攻击力强，那些雌性会死，这也是常识。于若并不在死亡名单里，现在他恢复正常，却又马上凑过来，做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还做梦等他被解除标记后和他结旅。比起异能等级掉落失去单身特权，还不如就让顾惜当雌主，但这个雌主不能是真的，他会做一个协议，协议上他会支付顾惜为他疏导的酬劳。阿比斯盯着顾惜，做出回答：“不用解除，我和他没关系，你做我的雌主就行。”闻言顾惜才松了一口气，反正他不做小三就行。紧接着一阵脚步声传来，顾惜好奇地看向洞口，最先出现在山洞前面是个身穿白色制服的银发兽人，他边说话朝这边走：“欢迎回归，阿比斯。”阿比斯微微低头：“皇太子殿下，让您担心了。”皇太子伸手把阿比斯扶起来，眼神却落在了顾惜身上。这位就是成功让你恢复理智的雌性吗？记忆里诺尔帝国的皇太子好像叫白玉，兽形是银狐，历来银狐族都是雌性继位，不该出现雄性继承人。可这一代的女皇却只生了2个雄性幼崽，就再也无法怀孕，没有雌性银狐出生，女皇只能让白玉当皇太子，让雄性担任一国之主的弊端很大。作为皇帝，要是被心怀不轨的雌性标记，或许帝国会被间接控制。正因为这样，皇太子白玉也至今没有结女。顾惜刚回忆完关于皇太子的情报，耳边就传来阿比斯略显别扭的回答：“是，殿下，我准备带他回上将。”白玉微微颔首：“不过你们需要先和我一起去一趟皇家医院，或许还要去一趟皇宫。”很快，在回首都的豪华悬浮车上，阿比斯就发现了顾惜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脸小小的，身体也小小的小雌性，竟特别能吃。那张小嘴一张一合，竟连喝了10管营养液。阿比斯震惊的目光让顾惜很尴尬。营养液是这个星际兽食唯一的食物，用各种矿石合成制作，普通雌性半管就饱了，会把1管营养液分成2餐喝。他也不清楚他为什么需要10管，甚至还隐约觉得再来1管也可以，但顾惜不好意思再要。有味道的营养液1000星币1支，太昂贵了。穷得不行的顾惜只能假装看风景，不去看对面2个雄性的脸。白玉忍不住低声打趣阿比斯：“你当上将的军饷不够他吃。”阿比斯陷入沉默，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他会和顾惜签协议假结婚。既然是假结婚，他当然没有必要掏空家底供养顾惜。至于顾惜找雄夫，无所谓，只要不影响他准备协商的内容，顾惜找100个他都不介意。阿比斯这么想着，嘴上也说了句：“娶夫是他的自由，我不会干涉。”白玉听到阿比斯的回答，金色瞳孔里隐约闪过一丝兴味。阿比斯对雌性有多厌恶，对雌性拥有多个受夫的社会现象有多抵触，作为至交好友的白玉一清二楚。可现在阿比斯不但被雌性标记了，还说随便雌主娶夫，真是稀奇，太稀奇了。顾惜身上有一股奇特的香味，这股香味吸引着白玉盯着顾惜看，并且越看越觉得顾惜身上的每一处都充满了魅力，让他忍不住想要亲近。如果是教养差一点的雄性，恐怕早就控制不住的对顾惜上手。联想起先前线上会议里母皇说的内容，白玉神色仍然温柔，眼眸里却透着些精明算计，能让发狂的4S 兽人恢复正常。顾惜的精神力肯定经过了罕见的2次觉醒，达到了4S 级别。星际还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位4S 级精神力的雌性。诺尔帝国要是拥有这样一名雌性，在星际的话语权肯定能更高。如果顾惜毫无生育能力这件事也是误诊，那他可能会在母皇的命令下和阿比斯共同拥有一个雌主。已经有了他和阿比斯，母皇应该会限制顾惜和其他雄性结旅，否则银狐族的皇族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很快，悬浮车在地星地医院外停下。早听白玉说了来医院是为了做测试，顾惜一点抵触都没有。他也很想知道他的精神力在这个异世界会有多高。在原本的世界，要是他有个健康的身体，基地不至于被丧尸们冲破防线。这个世界雌性的精神力虽然不能用来攻击，但等级高一些，就能在生活
活中得到更多福利。顾惜这么想着，就将手放在测试石上，脑子里浮现出测试石的情报。据说测试石是兽神赐予兽人的，当时的兽人还处于远古时期，后来兽人逐渐进化，万年的时间过去，进入星际时代，测试石也被改良过多次。现在雌性将手放上去后，测试散发光芒的同时，还会直接用 S、B、C、D、E、F 来显示雌性等级。除此之外，测试结果确定之后，雌性的测试数据以及家庭情况还会在节旅平台上公开，方便本国单身雄性发出求偶申请。顾惜想着这些有的没的，耳边忽然听见了雄性医护人员的惊呼声：天哪！白色光芒，无限符号，兽神，是兽神降临了吗？顾惜定睛一看，测试石上面显示出来的2项内容，精神力和生育力竟然都是无穷、无限符号。他是想等级高一点，可也没想这么夸张。顾惜还在为自己的测试结果而惊讶，周围雄性的议论声已经更大了。这个漂亮的小雌性肯定是星际里最珍贵的那一位，像是小说里的圣雌。不管了，我一定要做她的受妇，排100我都不介意。该死的，本国单身雄性都没有工作要做吗？节旅平台上他的受妇申请竟然已经排到1000了，也不怪帝国单身雄性们激动到疯狂。现如今雄多雌少不说，雌性的生育力还不停下降，更有些雌性空有3S 级别的精神力，却没有生育能力，生不下幼崽。只要是正常的雄兽，都想要精神力和生育力双优的雌主。毕竟，雌性的精神力等级不但决定了它们安抚雄兽的能力，更决定了幼崽的异能等级上限。无限精神力和无限生育值碰撞到一起，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和顾惜在一起，100%能生下优秀的幼崽。雄性们用火热的目光盯着顾惜时，一直在观察顾惜的阿比斯，唇角露出嘲讽笑容。这么多雄性都陷入狂热中，阿比斯觉得顾惜肯定会原形毕露，摆出高傲的姿态对雄性挑挑拣拣。可顾惜非但没有开心，反倒皱着眉，一副痛苦的样子。这个小雌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装的，也太能演了。世界上真的有雌性不会因为自己的精神力、生育值双高而兴奋吗？阿比斯自顾自想着这些，却不知道顾惜不只是忧愁，还有些害怕。精神力和生育值高是好事，会在生活中得到很多优待，可高到无限这种地步，反倒会导致他陷入不小的麻烦。要知道，雌性虽然受到法律保护，却还是会有一些雄兽为了和雌性结旅而不择手段，更别提还有自成一派的心道，经常将生育值高的雌性劫走。哪怕是无限精神力的雌性，面对穷凶极恶的匪徒，也只有被欺负的份儿。想到这些，顾惜白皙的小脸上浮现出不安来。他下意识看向阿比斯，阿比斯接触到顾惜的视线，忽然想到了顾惜在山洞里的勾人的姿态，竟隐约有了感觉。这种感觉让阿比斯暗自咬牙，强迫自己将目光从顾惜身上移开。他差点忘记了，阿比斯被他标记并不是心甘情愿，而他却被标记所影响，下意识的在阿比斯身上寻找安全感。这样不行，理智还在，可心中那孤立无援的感觉却还是让顾惜红了眼眶。眼见顾惜的眼眸蒙上水雾，阿比斯握紧了拳头，拼命抑制想把委屈的小雌性抱在怀里的冲动。雌性不值得同情，阿比斯这么想着，却看见皇太子白玉靠近了顾惜。别怕，顾小姐，诺尔帝国会倾尽全力保护你，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顾惜感动地对白玉笑了下，谢谢你，皇太子殿下。白玉的金眸微微一亮，尤其是顾惜那双宝石般的蓝眸里单单有他一只雄兽时，更是让白玉心跳加速。只是这么一会儿的相处，他竟然会升起单独占有顾惜的想法。白玉和顾惜说话的语气愈发温柔，顾小姐，我带你去见我的母皇，到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诺尔帝国保护你的诚意。说完，白玉绅士地将臂膀弯起，示意顾惜挽着他，这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也是一种警告，告诉周围的雄兽注意分寸。那些雄兽们的声音果然小了很多，但还是有交谈声传到顾惜耳朵里。皇太子也想做圣雌的受夫吗？虽然皇太子不近雌色，但这可是圣雌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上将阿比斯的额头上有小猫标记？测试的时候圣雌的原型就是小猫，难道那是圣雌的标记吗？天哪，好羡慕上将，皇太子会不会嫉妒上将？白玉可不会在意这些流言蜚语，只轻轻一笑，安静地带着顾惜往医院外面走。阿比斯皱着眉头跟在两人身后，死死盯着顾惜挽着白玉手腕的手臂。在来医院之前，顾惜那只手还紧紧地搂着他，现在却在其他雄兽的臂弯里。雌性果然都是见异思迁的家伙。阿比斯的紫眸里满是厌恶，想转身就走，却忽然听到白玉在喊他：阿比斯，母皇催我快点带你们进皇宫。既然是女皇下命，阿比斯也没办法再推脱，他不情不愿地上了悬浮车，发现顾惜和白玉坐在了同一边，心里登时有了火烧火燎的感觉。阿比斯分不清楚那是什么，只能假装淡然地望着窗外，好像在欣赏窗外的风景。顾惜一路上都在观察皇宫，一次都没有回头看阿比斯。白玉看顾惜一直看那些狐狸雕花，心想顾惜肯定是喜欢狐狸的，那他申请做顾惜的第2位受夫，肯定不会遭到拒绝。有了这种想法，白玉忍不住笑了下，真是奇怪，在遇到顾惜之前，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心甘情愿地当一位雌性的第2受夫，还担心对方会拒绝。为了皇族的利益最大化，利用皇族的特权让雌性只能有他一个受夫也不是不可。只可惜顾惜已经标记了阿比斯，阿比斯又是帝国战神，异能等级不能下跌，他注定不能独自拥有顾惜了。白玉心中一撼，停下悬浮车，自然而然地牵着顾惜，好让顾惜安全走下飞行器。皇宫里的侍者看到白玉对顾惜的照顾，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谁不知道皇太子看起来很温柔，却从来没对雌性有过好脸色，更别提微微弯腰，像是侍从一样照顾雌性了。惊讶之余，这些侍从们又开始嫉妒皇太子，竟能跟双无限等级亲密接触的机会，再度被白玉牵着。顾惜其实有点不好意思，他压低声音对白玉说：皇太子殿下，我自己可以走的。
了。此时走在顾惜身后的阿比斯很容易就听清楚了顾惜说的话，他心里想，现在才说不要皇太子牵着，那为什么刚才能和皇太子共坐一个飞行器？顾惜这分明是在对皇太子欲擒故纵，以前也有很多雌性会对他用这样的手段，口是心非的雌性真是让蛇厌恶。阿比斯觉得顾惜是在耍心机，但白玉却知道顾惜是真的不想被他牵。银狐族的天赋能力就有看穿人心这一项，可就算知道顾惜说的是真心话，白玉也不想放开顾惜。别看皇宫戒备森严，偶尔也会有其他国家的兽人来刺杀。顾小姐，我不想看见你受到任何伤害。白玉的话让顾惜不好意思再挣扎，毕竟白玉是在为他着想，就和末日里有强化异能的哥哥非要让他坐在他肩膀上一样，也是为了防止他被突如其来的攻击伤害。不如就当白玉是哥哥好了。顾惜心里这么想着，也就慢慢放松下来。白玉感觉到顾惜接受了他，唇边那抹微笑弧度变得更大了些。他悄悄将握着手的牵手方法改成了十指相扣，这种小聪明的行为放在以前白玉会不屑去躲。白玉能和阿比斯成为朋友，根本原因其实是他觉得他不需要和雌性交心，而阿比斯刚好也厌恶雌性。可现在能和顾惜十指相扣，鼻尖还萦绕着顾惜身上那股甘甜的味道，白玉竟觉得心跳变快了很多。雄性兽人身上的温度本就比雌性要高，白玉心跳加速后，身上的温度更是急剧升高，那灼人的温度让顾惜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和阿比斯在山洞里的亲密。那时候阿比斯身上的温度比起白玉此刻掌心的温度有过之无不及。顾惜也心跳加快了，但他不敢放任自己，便随便寻了个话题来让自己分心。皇太子殿下，你经常遭到刺杀吗？白玉被顾惜关心，心跳更是慢了半拍。最可怕的一次是我10岁生日宴会那天，我被一个火异能的刺客烧伤了肩膀和尾巴。顾惜下意识接话，那你的伤口后来好了吧？尾巴呢？现在怎么样了？顾惜的关心让皇太子非常受用，他继续压低声音告诉顾惜，肩膀没留疤，但尾巴确实秃了一些，不过好在不明显，要仔细看才能看到。顾惜偏头对白玉笑了下，然后看了眼白玉背后。白玉看出顾惜很好奇，顾小姐是想看我的尾巴吗？那我可以现在就刻给你看。顾惜正要点头，脑子里忽然冒出雄性展露兽态的含义。兽人世界，雄兽只有在对雌性求偶的时候才会展露兽态，无论是雌性要求雄兽变化，还是雄兽自己变化，都代表双方有询问对方想不想结侣的意思。他差点答应白玉，是因为他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可白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雄兽，难道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意思吗？顾惜侧眸看白玉，这才意识到站在他身边的白玉俊美脸庞上竟染红一片。顾惜不认为短短这么几个小时，白玉就会喜欢上他。白玉可能是想要得到资质好的后代。想了这些，顾惜本来荡漾的心逐渐冷下来。想到这里，顾惜垂眸，低声道：“皇太子殿下，抱歉，我没有想看您的尾巴。”紧接着，他试图将手从白玉掌心抽离，白玉脸上闪过一丝失望，放开了顾惜的手。原本以为顾惜那么喜欢他们狐族的雕像画，而他又是优秀的3S雄性，顾惜应该不会拒绝他。可顾惜竟然拒绝得这么干脆，根本不给他机会。难道他真的那么没有魅力？白玉思索时，落在两人身后的阿比斯，紫眸里闪过复杂之色。皇太子白玉性情温柔，长相俊美，倒追白玉的雌性不知有多少。这样一个优秀的雄性，已经暗示求偶了，顾惜竟然能那么干脆的拒绝。阿比斯想不明白，悬浮车里的智能导航发出的声音打破了三人沉默的氛围。下车后，他们很快到达诺尔帝国的女皇面前。3S 级别的兽人的寿命有500年，女皇如今已经350岁。发现女皇看了过来，顾惜定住心神，便低头对女皇行礼：“见过女皇陛下。”女皇微笑开口：“顾小姐，终于见到你了，我很高兴阿比斯上将能被你拯救，你是我们诺尔帝国的福音，因此除去原本付给你的酬劳，我已经决定赐予你公爵爵位。”他正要低头行礼表示接受，耳边响起其他人的声音：“女皇陛下，我认为直接给顾小姐公爵爵位不太妥当。”说话的是站在红色地毯左边的中年短发女人，女人身上穿着纯白色军装制服，明显是和军队有关的职位。顾惜好奇地看了短发女人一眼，意外的竟然从原身的记忆里找到了女人的身份：帝国疏导所的所长侯爵顾洛。顾洛义正辞严，在场的都是诺尔帝国的公谷大臣。顾惜小姐的测试又是在医院里进行，并没有让我们看见，或许她的报告是伪造的也说不定。有了顾洛开头，其他臣子也跟着附和：“对啊，我们兽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无限精神力和无限生育值的雌性。”我也赞同顾侯爵的话。看到顾惜被怀疑，白玉和阿比斯同时向前一步，站在顾惜左右呈保护姿态，想帮顾惜说话，却在开口前就听见顾惜开口：“陛下，如果大家怀疑我的精神力等级，我愿意再测试一次。”另外一边，阿比斯懊恼他为什么又被标记所控制，下意识的想要维护顾惜。懊恼之余，听白玉已经开口维护顾惜了，阿比斯也冷淡开口：“我也可以担保检测结果真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散发出了属于4S 兽人的威压，吓得在场的官员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议论。得到2位雄性的声援，顾惜偏头对左边的白玉露出感激笑容。一碗水端平，顾惜也对阿比斯笑了一下，即使看到的还是阿比斯的那张冷酷俊脸，顾惜也没在意。倒是阿比斯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得到顾惜满怀真心的笑，却不是先对着他。女皇在这时候开口说话：“顾惜，既然你自己要求了，那我准许你再测一次。”皇宫里的侍从搬来了新的测试仪，并且让其他人都上去测试，确定仪器运转正常后，才请顾惜放上手掌。顾惜在大家的注视下，伸出手放在仪器上面，随着他按压的部分散发光芒，一连串的数据出现在虚拟屏幕上。白玉和阿比斯同时皱眉，因为这次显示的数据确实变了，变得并不是顾惜的精神力等级，而是顾惜的亲人那一栏。原本上面显示顾惜的亲人只有奶奶，可现在除了那位老年雌性之外，顾惜母亲那一栏里竟然出现了顾洛的照片。顾惜竟然是顾洛的后代，顾惜自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原生记忆里明明没有关于顾洛的任何记忆，现在她怎么会成为顾洛的女儿？高位上，女皇也因为顾惜的二测结果露出严肃表情。顾洛，这是怎么回事？顾惜是你的女儿。顾洛当即低头，声音颤抖：陛下，15年前，我确实和我的一位受夫大吵了一架，他非要和我离婚，还要带走我拼命为他生下的女儿。当时年轻不懂事，我也处于气头上，就同意了。顾洛的解释合情合理，陡然娇弱起来的嗓音更是让人心疼。周围的官员发出竟然是这样的感慨，顾惜却皱着眉头，满心抵触。原生记忆里，他一直是贫民区里的孤儿，居住在孤儿院里，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10岁那年，奶奶领养了他，把他养大，含辛茹苦，所以他才会甘愿牺牲自己为奶奶换取生的希望。可现在，竟然突然冒出来一个母亲。顾洛的话肯定不是真的，至少他说是受夫非要离婚的话很假。雄性离婚就会被解除标记，异能级别高的境界跌落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可如果雄性的异能等级不高，比如说 D、F 这2个级别，一旦被解除标记，就会体弱多病，直到死去。听说有些人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检测孩子的天赋值，说不定顾洛就是测试过后发现原生没有任何能力，才把原生和原生的父亲抛弃呢。顾惜听后冷声道：“这位顾阿姨，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请你拿出我父亲一定要和你离婚的证据，否则我有权利认为你抛弃了我们父女，绝对不会承认你这个慈母。”顾惜眼眸也因为愤怒而成了树瞳。王座上的女皇看到顾惜这副模样，脑海里浮现出顾惜的资料。顾惜在贫民区的孤儿院里长大，虽然是雌性，却因为没有生育值精神力低下而一直受到欺负。同样没有生育能力的老雌性刘大花将顾惜领养。这些情报要不是因为顾惜2次觉醒，还救了上将阿比斯，恐怕永远不会出现在他这个女皇面前。女皇心疼地看了顾惜一眼后，冷淡凝视顾洛。顾侯爵，对于顾惜的发言，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即使是女皇开口，顾洛的表情也丝毫不见慌乱。女皇陛下，但我这里有我每年给顾惜父亲打抚养费的流水，到现在还有取用记录，只是我和他一直没有联系，也是刚才才知道他其实已经过世了。对女皇说完这番话，顾洛又主动走到顾惜身边，对不起，是慈母不对，再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女儿，希望你能原谅我，回到原本就属于你的家。原生母亲的眼泪没有让顾惜感觉到一点点真心。顾洛还想再说些什么，高位上的女皇发话：成年后的子女有权自己生活。顾侯爵，既然顾惜已经证明了他的精神力，我现在可以给他封赏了吧？在女皇的威压下，顾洛闭了嘴，默默地走回了他原来的位置。女皇继续了一开始的话题，给了顾惜公爵的位置，任命文书直接给到了顾惜手里。不止如此，还当场给顾惜划分领地。划分时，女皇的表情里带着歉意：西西公爵，帝国目前无主的可开发领地暂时没有，不过因为你的领地与你生活的 F6 区接近，现在将 F6 区划分给你，再给你3000级士兵守护你的公爵府，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你年龄还小，所以不必参政，其他待遇一切不变。顾惜哪里会介意？谢谢女皇陛下，我很满意。女皇眉开眼笑，忽然话锋一转道：我诺尔帝国在星际的地位因为阿比斯在而变得超然，但新生儿的出生率却比星际其他国家要低得多，而你的出现恰好会成为诺尔帝国的希望。我相信顾惜公爵你应该也知道诺尔帝国关于伴侣上的规定吧？顾惜当然知道相关规定，女皇陛下，我会遵守规定的。话是这么说，顾惜却还是觉得烦恼，因为那规定是成年的雌性如果在成年2个月内没有选定2个雄父，将会由系统在其账号下的结旅申请里随机摇号。大多数雌性都不会需要这条规定，但这条规定对于顾惜来说却足够让他头疼。他已经成年了57天，还有3天系统就会随机选择。阿比斯已经被标记，算是占了一个雄夫的名额，那另外一个受夫的位置该怎么办？随机抽选的话也没有任何感情基础，还不如选择白玉。这个念头一起，顾惜就忍不住的悄悄看了眼白玉，又很快收回来，心里也忍不住骂自己出尔反尔。随后将脑海里冒出的这个念头暂时打消，想着是不是还能再找一个阿比斯这样的雄性，不介意后代，除了发情期需要安抚外，对雌性没有欲望，很适合协议结婚的那种雄性。顾惜偷看白玉的动作，高位上的女皇看得一清二楚。女皇微微一笑，既然西西公爵会遵守规定，那我就放心了。你刚来帝都就在阿比斯那里受到不少惊吓，肯定想好好休息。白玉，你带西西公爵前往他的公爵府，暂住公爵府1个月，和西西公爵的伴侣阿比斯一起帮助他适应帝都生活。母皇让他住在公爵府1个月，很显然就是给他靠近顾惜的机会。阿比斯的表情就没有那么好了，让雄性照顾雌性是什么意思？谁都看得出来，女皇是想让白玉也成为顾惜的受夫。就因为顾惜的无限精神力和生育值，明明之前说过不在乎顾惜娶夫，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阿比斯却有些烦躁。顾惜也明白女皇的意思，可他刚才还拒绝了白玉啊，但女皇已经下令，顾惜只能低头回应了是，然后率先转身想要离开议事厅。走出议事厅，顾惜马上开口：皇太子殿下，我想去 F6 区把我的奶奶接过来和我一起去公爵府。白玉微微一笑，我早猜到你会这么说，走吧，坐我的凤凰号去接奶奶。他想快点见到奶奶，也就没有拒绝白玉。阿比斯心里不满，白玉一直跟着他，根本没机会把刚才在飞行器里拟定的协议给顾惜。顾惜，我有话要和你说。阿比斯当即出声，你和我坐一辆飞行器。顾惜怔了下，回头看着阿比斯，想了想，他点头同意了阿比斯的要求。毕竟关于他们的标记，他也还有话想说。本来顾惜想着自己上飞行器就行，谁知腰却被一双大手把住，整个人被直接掐腰抱着送上了车。阿比斯冰冷的嗓音里带着烦躁，磁性就是慢吞吞的。转身，顾惜的嘴唇就碰上了阿比斯坚硬的纽扣，疼得顾惜直皱眉，转身对阿比斯说道：你衣服的扣子撞得我好疼。其实他里面只穿了件打底衬衫，衬衫的扣子不会坐在胸口。顾惜的柔嫩红唇碰到的是他的，想着竟然就有了不该有的反应。阿比斯身体绷紧，满心懊恼，他只能背靠椅子靠背，让自己翘起的二郎腿显得自然一点。
他将拟定好的协议传送到顾惜的智能手环上。顾惜，婚前协议。看完签字，生闷气的顾惜听到婚前协议这个词，眼睛一亮。可当他看到协议的某些内容，什么叫不要故意到阿比斯面前晃，说的他好像特别渴求他。之后忍着怒火，顾惜看了后面的内容，要求阿比斯更改协议内容。他沉默着把协议内容改掉，确保相关内容的措辞变得客观公平，才又发给顾惜。顾惜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飞快的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摁下指纹。两人智脑里存了一份后，在公信平台上又保存一份，让正式生效。刚巧飞行器在这时候停下，外面传来敲击声，应该是白玉在提醒他们下车。顾惜的迫切的下车，明晃晃的落在阿比斯眼里，刺眼的很。难道和他待在一块儿，顾惜就这么难受？正好他也不想和顾惜待在一起。阿比斯打开飞行器的门，率先下去。白玉脸上仍然带着微笑，他对阿比斯轻轻颔首后，直接绕开阿比斯，伸手将顾惜从车子上扶下来。顾惜下了飞行器就收回手，白玉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他的唇瓣上。上飞行器之前，顾惜的唇还是嫩粉色，现在却变成了艳红的玫瑰，像是做过什么事。但这件事落在阿比斯身上，却是不太正常的。难道是顾惜主动亲吻阿比斯，所以阿比斯刚才才会那么急促的从飞行器上下来？白玉被脑海中的想法刺激的心都要碎了。他主动要给顾惜看尾巴，顾惜拒绝了，而顾惜是因为阿比斯才拒绝他。白玉金眸暗淡的安慰自己，除了异能等级，白玉并不觉得他比阿比斯要差，他还有时间让顾惜看中他，喜欢他。白玉调整好了心态，跟上顾惜，却见顾惜正好奇地盯着凤凰号飞车，一张精致小脸被那红色火焰流光衬得闪闪发光，倒还真像是民众嘴里的神圣的圣词。白玉被顾惜现在的模样吸引，入迷的看了好一会儿，才走到顾惜身边，轻声道：“我们该上车了。”看顾惜进了凤凰号，白玉才问阿比斯：“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接奶奶吗？”这边阿比斯早听见了白玉称呼顾惜的奶奶叫做奶奶，嫌弃道：“皇太子殿下倒是能豁得出去，还没和他有什么，就能多出一个奶奶。”面对阿比斯的嘲讽，他只是微笑了一下：“我迟早会和你的，成为顾小姐的受服，改口早晚并没有什么区别。”阿比斯冷哼一声，没想到堂堂皇太子竟然会和其他雄性一样，算我看错你了。白玉仍然没什么特别表情，只是又温柔地问了一句：“你跟我们一起去接奶奶吗？”他金色眼眸里透着些期待，期待阿比斯会拒绝，这样他就会和顾惜有独处的时间。阿比斯看出至交好友在期待他的答案，很显然，一个想和雌性结旅的雄性，不可能会希望他们的旅途之间多出其他雄性。孤雌寡雄相处1个小时，白玉又有目的，指不定2个人下车时就已经什么都做了。一想到顾惜会对白玉做和他一样的事情，阿比斯就觉得胸口难受，拼命想要将心里奇怪的感觉抛掉，可一旦开始幻想，就一发不可收拾。阿比斯被想象激得越发难受，咬牙道：“我和他毕竟已经有了标记，我当然要去，都是可恶的标记作祟。”顾惜凑在白玉耳朵边小声说话：“皇太子殿下，车子上有营养液吗？”只是这么一会儿功夫，顾惜就觉得很饿很饿，没办法，他只能向车子的主人白玉开口，但他又怕阿比斯听到会嘲讽他，毕竟之前阿比斯就用眼神那么做。白玉很喜欢顾惜的亲近，为了和顾惜好好相处，他给车上的侍从全部放假，所以他只能起身亲自去给顾惜拿营养液。顾惜看皇太子居然要为他服务到这种地步，不用你告诉我位置，我自己去就行。两人还在对话，忽然放着营养液的箱子出现在顾惜怀里，阿比斯一脸冰冷，吵什么？拿个营养液而已，像是要去上战场。抱着营养液，顾惜小声和阿比斯说了声谢谢。阿比斯冷哼一声，没搭理顾惜，他的目的是看看顾惜还能和白玉做些什么，结果却看见顾惜喝完营养液，在手环上操作了些什么，然后就打着哈欠慢慢的趴在座位上睡着了。白玉撑着下巴，凝视顾惜一侧睡脸，眼里是满满的温柔。在2个雄性的注视下，顾惜做了个梦，父母还有2位哥哥将他送入他心爱之人的臂弯。可在喝新婚酒的时候，他的身边竟然站着10个新郎，这么多新郎，父母和2个哥哥却一点都没觉得不对，还笑着说：“咱们家西西就应该被这么多丈夫一起宠爱。”甚至妈妈还说：“我倒觉得10个还是少了点，100个也不嫌多。”到了晚上，该度过新婚夜了，10个新郎打得不可开交，化成各种毛茸茸，整个场地毛发乱飞。最后一只大白狐狸赢了，撒着娇要他摸尾巴，那尾巴的触感特别真实，只是摸着摸着，大白狐狸竟变成了白玉。顾惜被突如其来的大变活人惊到，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然后顾惜呆住，他记得他是趴在桌子上的，可睁开眼睛之后，他却是躺在白玉怀里。顾惜想坐起来，手却摸到了什么毛茸茸的东西，顾惜一时忍不住多摸了那个光滑的地方好几下，直摸的毛茸茸发颤，温度急剧上升。顾惜耳边也传来了一声轻呼，眼睁睁看着声音的主人睁开了眼睛，脑袋上的狐狸耳朵还跟着颤抖了一下。顾惜大脑直接宕机了，他很大可能是还没从梦里醒过来，被他揉弄了半天的竟然是白玉的尾巴，正想松开手好好解释一番，谁知那尾巴却主动贴着他的掌心不放。与此同时，白玉开了口：“顾小姐，你醒了。”顾惜正要回答白玉，那头忽然响起阿比斯的声音：“你们在做什么？”除了标记的时候有过失态的上将大人，素来冷漠的声音竟然在发颤。顾惜忽然有了一种被正房抓奸的感觉，收回手坐了起来。顾惜还没来得及回答阿比斯，白玉又开口了，嗓音温柔情绪稳定的对阿比斯说：“你还在这里，我们能做什么？”阿比斯被白玉轻描淡写的语气激得额头上冒出青筋，他本来看着2人陷入深度睡眠当中，就经历过长时间的精神崩溃，阿比斯也觉得很困，便也合上双眼打算小憩一会儿，没想到刚一醒来就看到顾惜和白玉搂搂抱抱。顾惜明明拒绝看白玉的尾巴，这会儿却对白玉的尾巴爱不释手，他要是晚一点醒来，说不定他们会做一点什么。直到雄性兽人手环上特有的警告声响起，警告您的崩溃值上升中，已到60，建议冷静，建议冷静。失控值一旦超过60，就会飞快的飙升，很快就会让雄性陷入精神崩溃中。此时顾惜听见阿比斯有精神崩溃的可能，赶忙走到阿比斯身边，握住了阿比斯的手，他可不想再看见巨蛇化的阿比斯，天知道阿比斯会不会又发疯把他抱到什么地方藏起来。阿比斯知道顾惜这是在履行协议上的内容，他垂下眼眸看着自己和顾惜交握在一起的手，雌性的手又小又软，握起来很
舒服，而手的主人大概是太着急，离它很近，近到他又闻到了那股甜腻好闻的香味。凤凰号里的空间明明比飞行器要大多了，但阿比斯却觉得那香味要比他和顾西独处时还要勾人，勾得他情不自禁地用大拇指摩挲了顾西的掌心。顾西努力和留在阿比斯精神海里的精神体分身取得联系，让分身和阿比斯的精神体小蛇玩闹。随着疏导步入正轨，顾西这才感觉到手心的触感不对，他抬头，湛蓝猫瞳里满是疑惑地看着阿比斯。阿比斯看见顾西雪白美丽的小脸，原本就动荡的精神海波动愈发剧烈，他忍不住低头亲吻顾西嫩粉色的唇瓣，顾西却躲开了阿比斯的亲昵，眉头一皱，你清醒些。在顾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小猫已经把不配合的小蛇打服气了。冷静下来的阿比斯紫眸凝视着他与顾西交握在一块的手，眉头皱起，率先松开了顾西，回到他原本的座位上坐下。顾西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阿比斯，确定阿比斯真的没有任何异常了，才放下心来回他的座位上。这时阿比斯忽然开口，抱歉，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顾西对阿比斯无奈笑笑，低声对白玉表示歉意，不好意思，皇太子殿下，可能是我睡迷糊了，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他说的不好的事情是指他摸白玉的尾巴，在兽人世界，这算是一种赤裸裸的性骚扰。白玉眼里划过一丝落寞，他看顾西睡得不太安稳，猜想顾西是睡姿有问题，才让顾西躺在车子的座位上。顾西睡着的时候，嘴里时不时呢喃两句尾巴这样的词语，他才放肆了一次，趁着顾西还在睡觉把尾巴放出来。结果顾西却只是道歉，依旧无视了他的暗示。白玉这么想的，收回了他耷拉下来的狐狸耳朵和尾巴，对顾西笑了下，是我要道歉，我不该趁你睡着的时候把你放在椅子上。顾西摇摇头，没事，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睡得舒服。而在顾西和白玉的后面，阿比斯透着冷漠的紫眸在顾西和白玉身上徘徊，趁着没人看见，他抬手抚摸额头上的小猫印记，认真考虑和顾西解除标记的这件事是否可行。阿比斯有自信，就算没有4S 这个等级，他也是雄兽军官里面的佼佼者，下一任元帅的位置还是会属于他。在飞车里静默的氛围下，凤凰号发出声音，已到达 F6 区372号居民楼。车门开了，顾西扶着栏杆飞快地下了车，奶奶果然已经站在了居民楼的楼层门口等他，脸上满是温柔的笑。顾西靠近后一把抱住了老太太，奶奶，西西回来了。老太太顾雅眼里含泪，摸着顾西的后背，好孩子，回来就好，奶奶做了饭，就等你回来。F6 区作为贫民区，房子破旧不说，供给居民的自来水也是只消毒过2遍的那种，虽然在安全范围内，但长期饮用也会对兽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白玉和阿比斯闻到水里奇怪的味道，不约而同地看向顾西，怪不得不愿意认顾洛做慈母。顾洛带着别的兽夫和为那些兽夫生的小孩过好日子，却一直对顾西不闻不问。2名雄性都有些心疼顾西，但顾西却神色如常地把水喝了下去。然后他就见到奶奶从厨房里端出来稍作处理过的肉食，营养液太贵，贫民区的兽人回归远古生活，有时候会去森林里打猎，但这种兽肉和自来水内部含有污染素，长期服用会降低兽人的寿命。老太太把兽肉和家里的营养液分给白玉和阿比斯，抱歉，这是我们家最好的食物了，要是吃不惯，这边还有营养液。白玉温柔一笑，这是西西常吃的东西，我正好想要尝一尝。忽然听到白玉喊自己西西，顾西疑惑抬头，刚好撞进白玉宠溺的一双金眸里。顾西脸一红，垂眸，然后让他惊讶的事情又来了，阿比斯那清冷的嗓音响起，谢谢奶奶，西西能吃，我也能吃。顾西再度抬眸凝视阿比斯，后者避开他的视线，切了块肉塞进嘴里。白玉和阿比斯都面色如常的吃了下去。顾西看2人都已经把肉吃进了嘴里，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多说什么。一顿饭吃完，白玉主动开口，奶奶，我和阿比斯去外面转转，您和西西肯定有很多话要说。说完便拍了拍阿比斯的肩膀，示意阿比斯和他一起离开。阿比斯倒也懂白玉的意思，起身和白玉一起离开。之后顾西贴心的帮着小老太太收拾了碗和餐桌，然后祖孙俩坐在客厅的破沙发上，互相诉说了对对方的担心和想念。小老太太还没有和朋友们道别，想要过2天再去帝都。于是等出去遛弯的白玉和阿比斯回来，就得到要晚几天回去的消息。白玉自始至终都没表现出什么来，但阿比斯却在小老太太不注意的时候低声毒舌顾西，就这么个破房子，有必要留好几天？顾西听了这话，皱起细长的眉，上将大人要是住不惯，尽管先走，我看你之前半人半兽的时候跑得比凤凰号还快。阿比斯皱眉，深深看了顾西一眼，表情冷冷道，走就走。看到阿比斯走掉，小老太太直接去反锁了房子的大门，直接进她自己屋睡觉，徒留顾西和白玉在狭窄的客厅四目相对。白玉垂眸凝视顾西，我喜欢你，我没有追求过雌性，不知道到底应该做些什么。说着这话，白玉忽然开启手环的虚拟面板，在上面操作了一番。顾西听到自己的手环发出了声音，机械化的提示音响起，尊敬的顾西女士，您有来自于雄性白玉的礼物待收取。虚拟屏幕的礼物那一栏上，赫然是凤凰号的模样。白玉竟突然把凤凰号送给他了，那可是全星际只有3辆的悬浮车，有价无市的那种。白玉垂眸，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你还看不上我，阿比斯是4S，而我才3S，但我会努力让你喜欢我。清风明月一般的俊美男性兽人，脸上竟然有着自卑和怯弱。顾西慌了，他的拒绝竟然还是给白玉造成了伤害。白玉语气近乎卑微，我不会勉强你和我待在同一个房间，让我睡在你的凤凰号上，好吗？顾西实在不忍心看白玉清冷俊美的脸上露出这种表情，焦急的话脱口而出，不用，我们可以睡在一个房间。这话一出口，顾西又想到了他非礼白玉尾巴的事情，顿时尴尬不已的看向他的颈肩。白玉金眸里笑意一闪而逝，而门外吹了夜间冷风的阿比斯想回房子里来，却发现智能门已经反锁。阿比斯冷冷看着门半晌，脑子里闪过就这么离开的念头，但作为帝国上将的责任感却拖累了他。屋子里的雌性是诺尔帝国目前最珍贵的一位，无限精神力和生育值，正如女皇说的那样，是帝国的希望，更别提里面还有帝国下一任继承人皇太子白玉。他这个4S 如果就这么走了，天知道会不会有刺客来行刺他们俩。阿比斯阴沉着脸给白玉打了通讯，想到凤凰号上去休息。白玉刚让顾西
西亲口邀请他睡在屋子里，正是心情愉快，恨不得把尾巴放出来，让顾西好好摸摸他的时候，手环里却传来了提示音：您的好友阿比斯给您发来视频通讯，是否要接？白玉低声对顾西说：西西，我们先回房，看看阿比斯有什么事。顾西还是不太习惯白玉用那么亲昵的声音喊他的名字，不过总会习惯的。顾西这么想着，领着白玉进了房间。白玉在接通阿比斯的电话时对顾西说：我可以坐在椅子上吗？在通讯接通的时候，顾西已经拿了一件衣服，小声道：你先坐，我去洗个澡，洗完换你。白玉微微颔首：好，你去吧。他说话的时候看着顾西，一不小心就看到了粉色蕾丝的小衣物。白玉喉结滚动，莫名觉得身体有些燥热，很快便从顾西怀里的衣物上移开视线，专心的看着虚拟屏幕上的阿比斯。阿比斯，有什么事情吗？阿比斯也看见了抱着衣服说要去洗澡的顾西，原本就冷沉沉的脸更是布满了冰霜。果然只要是雌性就没有不会耍心机的，顾西有皇太子就好。可笑他之前还觉得顾西和其他雌性不一样，全是假象。阿比斯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和白玉说话：皇太子殿下，请开一下你凤凰号的临时权限，我今晚在凤凰号上休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看向白玉的视线里满是酸楚，还固执的觉得他的神态和眼神十分正常。白玉却看出来了，便好心劝阿比斯：阿比斯，不管你怎么想，你已经是西西的受夫，有些时候不要太有脾气，这样反倒对你不好。阿比斯紫眸里闪过明亮的怒意：皇太子殿下这番话是以什么身份说出来的？难道您忘记了以前是谁和我一起喝着酒，笑那些有了雌主的雄兽的时候？阿比斯还记得，他跟白玉说，有的雄兽有了雌主以后，摆出第一兽夫的姿态去教训其他雄兽的样子很可笑。白玉也是赞同的，因为是第一个和顾西真正同床共枕的雄性，就摆起了第一兽夫的架子来训他。白玉到底知不知道他阿比斯才是被顾西第一个标记的雄性？白玉盯着阿比斯的嘴唇一会儿，西西他心里是有你的，不然你们在飞行器上他怎么会亲你？白玉看顾西嘴唇发红，以为他和顾西在飞行器上开隐私模式，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且是顾西强迫他的那种。阿比斯声音里满是失望：白玉，你竟然变得这么快，我把你当成知心好友，看来是我眼瞎。白玉还以为阿比斯是因为顾西有了别的雄夫而吃醋，叹了口气：西西还没有标记我，确实是我先带入了角色，凤凰号我送给西西了，等他洗完澡，我让他给你开权限，不过你也可以来房间一起。阿比斯听到那句一起睡，气得快疯了，冷冰冰道：不用麻烦你们了，我是军人，就算在室外也不会有问题。然后直接挂断通讯，通讯被挂断，白玉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他虽然没在意过未婚的雄性怎么追求雌性，却知道雄性做些什么会惹得雌性厌恶。白玉为好兄弟担心时，耳朵里传来顾西的声音：我洗完了。那声音仿佛带着水汽，传递出主人洗过澡的舒适感。白玉偏头，眸子里是由远及近的顾西，他的金色瞳孔猛地颤了一下。顾西身上的睡裙是带袖子的圆领款式，裙摆在膝盖上面3厘米，露出了一截膝盖上的白皙皮肤。白玉迅速移开视线，暗自懊恼，他的皇家里一刻是母分，平时根本不会这么注意雌性身上的穿着。我这就去。白玉一边回复顾西，一边就要进浴室。顾西看白玉什么都不拿，招呼道：等等，你还没拿换洗的衣服。他从衣柜最里面拿出一套男士衣物。白玉一怔，顾西和他的奶奶相依为命，家庭里没有雄性存在，怎么会有雄性的衣物？顾西不知道白玉的关注点，只把衣服连衣架子一起递给白玉：皇太子，这套衣服是新的，你拿去穿。新的。白玉瞳孔里的紧张散去，他认为顾西的受夫只会有他和阿比斯，这套衣服或许是顾西好奇雄性的衣服而买的呢。白玉进去以后，顾西把备用枕头放了一个在床上，也拿了换洗的被子。他觉得以白玉的性格，会主动要求分被子睡觉。做好这些，顾西躺在床上，打开身份手环上新网，一打开就被源源不断增加的受夫申请吵到耳朵疼。顾西对盲选雄夫没兴趣，点了一键拒绝后，便点击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好看的电视剧，剧名是《离婚后小雌性后悔了》。电视剧开始播放，暧昧的呻吟声立刻响彻整个房间。星际的电视剧开头竟然就是一雌两雄做运动，顾西的脸瞬间通红，赶忙关了电视剧。房间安静下来后，才听到脚步声响起，白玉洗完澡出来了。顾西尴尬地看向白玉，刚才的声音白玉没听见吧？一雌一雄单独待着的时候，播放这种限制级的片子，肯定会让人多想。白玉那张如画像般的俊美脸庞上竟然透出了羞涩感。意识到白玉听到，顾西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不小心点进去的，只是想找点东西看看。白玉垂眸掩饰住眼里的失望，顺着顾西的话：我知道。他迈动长腿，朝着床边走来。顾西听白玉相信了他，放松了些，又看向白玉，他拿给白玉的衣服，其实原身成年测试前给一位橘猫兽人买的节旅礼物，结果却被橘猫兽人嫌弃原主精神力太低而抛弃了。顾西移开视线，这衣服有些小了。抱歉话还没说完，白玉却在他面前发生了变化，腰后面探出毛茸茸的狐狸尾巴。白玉压低声音，原本温柔的声音里带了丝魅惑：我喜欢你，不想在独处的时候听到你提其他雄性。顾西哪里听过男狐狸勾人的声音，他湛蓝眼眸里是被白玉深情目光带出来的羞涩。白玉看顾西有反应，将顾西的手放在他胸口。顾西还从来没摸过男人的胸肌，看着自己那只属于女孩子的手在白玉的控制下，将白玉的胸膛按出压痕。顾西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原来男人的胸肌也是软的，而那层柔软胸肌下面还有如鼓的心跳声，那是白玉的心脏。他似乎想从白玉的胸膛里跳出来似的，节奏非常激烈，被声音所影响。顾西发现他的心脏也开始加速跳动，带来一股热气，让顾西的脑袋发晕。他忍不住就自主抓弄了一下，瞬间就感觉到坚硬的细小纽扣似的东西固执地触碰他的手掌心。顾西眼角余光一瞥，知道了那是什么，脸上登时火烧火燎。忽然，顾西想到了迷你飞行器上他嘴唇触碰到的纽扣，当时阿比斯的反应那么奇怪，原来是因为他触碰的根本不是纽扣吗？顾西视线微微下移，白皙的小脸上迅速飞上2朵红晕。当时和阿比斯触碰是不小心的，现在他确
确实主动揉弄了，心里这么想着，顾惜就想收回手，让自己正经一点。白玉哪里会让顾惜躲？他洗澡的时候了解得很清楚，雄性想要得到雌性的宠爱，就得抓住每一个机会，让雌性心里只有他。独处的时候，更是要彻底把握住，不然下一次独处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白玉把顾惜的手往下拉，放在他的腹部肌肉上。攻略上说，雌性也会喜欢雄性的身材，尤其是胸肌和腹肌，更是雌性喜欢高频触碰的位置。白玉呼吸变得粗壮，觉得被顾惜的手触碰过的地方逐渐发烫，那种热度逐渐扩散在他的全身，让他的金眸里染上了一层情欲。不需要和我客气。顾惜也感觉到白玉绷紧的腹部正因为快速呼吸而不断起伏，他紧张的一抬头，看见白玉那张俊美的脸，还有那饱含情欲和深情的眼神，被持续加热的大脑忽然轰的一声炸开，完全热起来的脑袋满是和阿比斯精神交合时感觉到的让人上瘾的快感。顾惜的脑子里属于兽人顾惜的那部分和地球顾惜在争吵，天人交战了一会儿。顾惜看见白玉垂下了眼眸，一脸委屈。白玉失落道：“我是那种脱光了到雌性床上都不会得到宠爱的没有雄性魅力的兽人吗？”不是。顾惜当即反驳白玉，银发金眸，还有一张透着清冷感的俊美的脸，这样的雄性怎么可能没有魅力？顾惜闭了闭眼睛，反正已经来到了兽人世界，而且已经成年了，做点成年兽人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不管白玉是真心还是有目的，他都不会在这个兽人世界吃亏，不是吗？如果是考虑到怀孕的话，兽人世界公认的规则是越是生育值高的雌性，生育时就越没有痛苦。他是无限生育值，生育上面也不会让自己受到影响，就算要离婚，也是被解除标记的雄性吃亏。顾惜凝视白玉的脸，他喜欢白玉的长相，也喜欢白玉温柔的性格。从小父母和哥哥就告诉他，既然是顾家的大小姐，喜欢什么就去得到，不需要压抑自己。喜欢兽人世界的雄性，得到就是了，管他那么多。顾惜跟地球上的那个自己达成和解，唇角绽放出犹如红玫瑰般诱惑的面容。看顾惜笑了，白玉那双狐狸耳瞬间立了起来，期待的看向顾惜。他微微仰头，让喉结凸起的脖子完全暴露在顾惜面前。攻略上也说了，雌性会对标记雄性这件事情上瘾，露出脖子也是代表雄性对雌性的完全臣服。顾惜会像攻略里说的那样吗？白玉轻声喊了句嘻嘻，顾惜的声音越发绵软。白玉，标记会流血，会痛。白玉的脸绽放出笑容，瞳孔缩细，狐狸眼微敛，嘻嘻给的什么都不痛。银发金眸的狐狸兽人让自己完全放松，甚至主动将双手放在了脑袋两边。顾惜忽然觉得牙齿痒痒的，翻身坐在白玉身上，俯身盯着白玉的脖子，他的目光先落在了雄性特有的喉结上，伸手去好奇的轻轻摸了摸，看喉结上下滚动。顾惜抿唇笑笑，殷红唇瓣贴近过去将其含住。刚才被顾惜摸胸肌和腹肌，白玉就已经头皮发麻了，现在更敏感的脖梗被顾惜柔软的唇瓣含住，更是让他无法自控。顾惜碰了下白玉的喉结，就移开唇瓣，两颗猫兽人的尖牙露出来，轻而易举地刺穿了白玉左边脖梗，鲜血流出。已经有经验的顾惜将那些鲜血全部吸入嘴里，照常是将精神体小猫送入白玉的精神海。因为白玉完全自愿，所以他精神海里的那只小狐狸甚至还在看见小猫的时候蹦跳了2下表示开心。顾惜很快就将小猫留了个在里面，然后他舔了舔白玉的伤口，压低声音小声对白玉说：“白玉，我想试试。”同时白玉的金色瞳孔已经满是翻涌的暗色了。